美国《时代周刊》本周发表了一篇文章《无现金社会》。这篇文章介绍了中国的数字人民币，目前数字人民币的用途、数字人民币的重大意义，以及数字人民币会对中国、美国产生什么重大影响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数字人民币。时代周刊提供了一组数据，目前中国有超过2080万人在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，数字人民币已经进行了超过7070万次交易，交易总额达到345亿元人民币。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北京冬奥会之前让外国人使用数字人民币。中国的支付宝、微信有各种各样的功能，除了基础的消费之外，还可以购买理财、刷码坐公交、预约各种服务。数字人民币钱包就没有这么复杂的功能，目前只能用于支付。但是数字人民币和其他第三方支付平台最大不同是，它是法定货币，任何人都不能拒收。而且数字人民币不需要通过其他任何中介，消费使用不用通过银行账户或者其他第三方支付账户就可以。时代周刊认为，纸币过渡到数字货币，相当于从邮政信件服务到电子邮件，或者从银行借贷到互联网金融的飞跃。数字货币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在于它的功能。下面我们讲到的数字货币全部代指的是央行发行的数字法币，而不是比特币那类的虚拟加密货币。尽管在当今世界431万亿美元的财富中，只有5万亿美元是以现金的形式存在我们的口袋之中、保险箱之中和银行的金库中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会主张完全废除纸币和硬币。目前实物货币并不会完全消失，但实物货币注定会越来越少，直到被数字货币完全取代。数字货币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是它提供了更多的功能。接下来我们聊一聊，如果数字货币能够成功，将会对世界产生什么重大影响。首先，数字货币可以让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和人民打交道，这样在危机的时候就非常有帮助。比如截止2020年4月30号，美国政府已经向大约110万名疫情的死亡者发送了总额近14亿美元的纸质支票，但是支票的拖延现象是很普遍的，很多人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够收到支票。2020年3月，美国国会审议了一项提案，提案要求向每个有权获得财政救济的美国人发放一个数字钱包，这样政府就可以直接把救济金快速地发到人们手中。但是这个提案最终没有通过。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在美国大约有500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救济美国的航空公司，防止大量裁员。实际上这450亿美元基本上都被航空公司用于回购股票、支撑股价以及高管们的奖金，并没有真正用于补助员工。虽然说制定法律也可以防止这样的救济金滥用，但假如使用数字美元来补贴航空公司，并且限制这些钱的用途，那么就能够真正的做到把钱用在刀刃上，这可以从根本上做出变革。相反的是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。比如在中国深圳等其他几个城市，数字人民币试点项目中，数字人民币的有效期只有2到3周，而且只能用于超市之类的地方消费，因为政府希望这些数字人民币用来推动消费，而不是储蓄起来或者投资等其他的用途。而数字人民币可以限制消费的场景，能够完美的为政府制定的刺激项目而定制。比如，如果政府想要刺激某个地区的旅游业，可以限制发放数字人民币只能用于吃饭和住宿，而不能用于储蓄或者投资。如果说一场台风摧毁了一个沿海的城市，政府可以立即向受影响的人发送数字人民币的救济金，这些钱只能在超市消费购买必需品。其次，数字货币积极的地方在于，目前世界上仍有17亿没有银行账户的人，包括大约1400万美国成年人。数字货币可以帮助这些人进入金融系统，这是自金本位制度结束以来，货币会发生的最大的变化。另外，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后，将会削减全球金融业的运营费用。根据目前的统计，地球上每个人每年的银行手续费超过了350美元，
比如在香港，跨境交易的手续费就占到香港 GDP 的 8%， 这一大块费用可以在数字货币推行之后瞬间被消除。数字货币还会帮助政府打击贪污腐败的行为，公务员的工资全部由数字货币支付，公务员名下只能有数字货币账户，不能有其他难以监控的银行账户，这样监察部门就可以全程监控到公务员实际运用的资产。同样，如果发展到全民都使用数字人民币，政府也可以直接看到所有人的金融交易，而不必要求银行提供数据，这样也会更加的方便政府监控每一个人。另外，数字货币将会削弱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。目前管理银行间跨境交易的 SWIFT 系统可能会被淘汰，很多国家，尤其是那些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，比如俄罗斯和中国，也更愿意直接通过数字货币来结算，因为美国为了地缘政治的利益，越来越多的将美元作为武器来制裁他国。比如美国曾2次向 SWIFT 银行网络系统施压，要求阻止与伊朗的所有交易。有了数字货币，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不用借助银行转账系统，而是直接通过数字货币钱包转账，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美国再也无法使用 SWIFT 这个金融核武器来制裁其他国家。当然，数字货币也有弊端，金融信息被数字化，毫无疑问会增加黑客攻击和网络犯罪的可能性。数字货币会创造风险，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够遏制和控制这种风险。数字货币也可能会赋予国家更大的权力和控制力，比如人们无法向不受支持的非政府机构捐款，或者说购买违禁走私的商品。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，全民社会监控将会成为可能。但是也有人认为，这些担忧很可能会被过度的渲染。比起传统的银行账户开设，需要严格的身份检查，否则就不能够开立银行账户，而且大额的银行交易会被银行审查。数字货币交易在理论上比商业支付应用程序更不容易被监控，因为它不一定要通过联网进行支付，仅仅靠手机的 NFC 功能就可以离线支付。但是数字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堵上了这个漏洞。数字人民币有4类数字钱包，最低的匿名级别，只需要电话号码就可以注册使用，余额上限为1万元人民币，单笔支付上限为2000人民币。相信政府也不会对2000人民币的账户有监管的兴趣。如果需要更多的额度，可以升级数字人民币钱包，但是需要上传身份证和银行账户的信息。在美国，美联储目前认为开发数字美元，他们并没有先发的优势。开发数字美元需要慎重。今天所有的外国银行储备的 60% 以上，以及世界债务的近 40% 都是以美元计价的。对于美国来说，数字美元做对做好比第一个做更为重要。那么大家对数字人民币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对数字美元又有什么样的期待？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